上期视频咱们分析了这一次历史罕见的限电的原因，很多网友给我留言都很关注一个问题：这2年整个国际能源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而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也在加速。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，很多领域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影响最大的是我们的用电、供暖、钢铁冶炼以及新能源汽车领域。那未来在这些领域中，哪些能源会主导这个领域的发展呢？带着疑问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这期节目。2015年的双12，掐指一算，有大事要发生。这一天，在巴黎气候大会上通过了巴黎协定。这个协定约定，2020年后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0°C以内。也就是说，2020年是一个分水岭。之前叫前工业化时期，之后叫新工业化时期。但是美国在2019年11月份退出了这个协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2020年开始，全球能源资源版图和供需格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2019年下半年，美国成功突破了2叠纪管道运输瓶颈，页岩油产量已增至原油产量的3/4以上，产量将达到每天1329万桶，同比增长100万桶，远超俄罗斯和沙特，成为了真正的石油净出口国。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全球，特别是中东地区能源地缘政治冲突加剧，海外石油供应的风险明显加大。整个能源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针对这些变化，我们国家其实在早些年就已经开始布局，来调整自己的能源结构，去适应这些变化。那我们目前的现状如何呢？中国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，占到全球的28%。对二氧化碳排放贡献最大的领域包括发电、冬季取暖、冶炼以及汽车排放。中国又是全球化石能源、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消耗量最大的国家。第一个问题，咱们先来谈一谈发电领域。如果一种能源成为一个国家用电领域的主导能源，这个国家就一定要在这个领域取得绝对的优势，因为电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成本，是主导经济发展的命脉。基于这样的一个共识，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。目前来讲，最有可能的是核电和可再生能源。那咱们先来聊一聊核电。目前，俄罗斯把核电机组建设成本降低到$2000每千瓦，国内共有核电机组36台，总装机容量为2900万千瓦，装机规模全球第4，称霸了国际核电市场。相较之下，我们国家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着一些差距。在建核电规模虽然是世界第一，但是一些关键技术，比如说100万千瓦级气机转子焊接、压力容器壁堆焊等等，这些技术转让费用昂贵，谈判艰难。部分核心高端核导设备，比如说用来控制水循环的主泵，还有3.54%的核电用钢，以及25.2%的柱断件，仍旧依赖进口。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呢，光伏发电、风电以及化学储能成本持续下降。从2018年开始，光伏发电和陆上风电成本下降了13%，2020年以后成本继续下降。这样的话，即便我们为了处理风光的波动性以及储能增加了一些成本，整体成本也很具备竞争优势。在这个领域，我们国家的表现还算是比较抢眼的，尤其是光伏发电，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应用效果屡次远超预期。光伏电池和组件效率在近10年来保持每年约0.5个百分点的提升。中国的高塔筒低速风机技术使可安装地区大大增加。2019年，内蒙古达拉特基地光伏发电1期500兆瓦项目已经实现一次性全容量并网发电，上网电价已经低于燃煤电价。江苏泗洪、吉林白城基地光伏发电基本实现与煤电平价。2019年10月份，内蒙陆上风电电价也低于燃煤电价了。到了2021年，陆上风电电价补贴将全面退出，光伏发电有望在2021年或者2022年全面退出。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进入商业化竞争阶段，成本会进一步降低。咱们之前不是说风电和光伏有先天的缺陷，不稳定吗？这几年智能变压器的发展非常迅速，包括高频变压器和逆变器，它们可以将高压的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，再将直流电逆变为高频的交流电，最后再将频率降低，完成降低交流电电压的过程，这样就可以增加新能源接入的稳定性。而且2016年，中国成功投运了自己生产的高压直流断路器。中国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在世界上来讲也算是比较前沿的。中国的大气科学研究通过整合气象、风电、太阳能以及大数据、机器学习能力，
可以对从15分钟到1个月的风机、光伏输出进行预测。可以说，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了技术和成本上的双重优势。所以说，咱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有结论了：未来可再生能源发电应该是占主导地位。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冬季取暖的问题。2020年，中国煤改气、煤改电将加速发展。记得2019年6月份的时候，由于天然气供应紧张，一度被叫停。19年，我们进口了9660万吨的天然气，进口来源上 LNG 占大头，占到62.4%。澳大利亚是最大进口国，我们就曾经出现过北方部分地区采暖天然气供应不足， LNG 价格翻番式暴涨的情况。那供应不足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加速发展呢？可能是因为2020年5月份的时候，在四川发现了富含天然气的新渠带，预计潜在资源量超10000亿立方米。当然，还有可能与一种新技术有关，这种技术可以捕捉天然气燃烧后释放出的100%的二氧化碳，然后再推动涡轮机发电。这项技术有望在未来大幅降低我们的供暖成本。所以第二个问题，我们也有结论了：供暖领域的主导能源应该是天然气和电。那钢铁领域呢？2016年，瑞典的钢铁、电力和矿业公司成立了一个氢能示范项目组，在高炉生产过程中，用氢气取代传统工艺中的煤和焦炭，让氢气在较低的温度下对球团矿进行直接还原，并从炉顶排出水蒸气和多余的氢气，水蒸气在冷凝和洗涤后实现循环使用。到了2019年11月份的时候，位于德国蒂森克鲁伯钢铁厂将第一批氢气注入9号高炉，这预示着钢铁产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。在这个领域，我们国家还在摸索阶段，但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第4代核能技术高温气冷堆可以非常高效的制氢。一台60万千瓦高温气冷堆机组可以满足180万吨钢对氢气、电力及部分氧气的能量需求，所以钢铁领域氢气会取代煤和焦炭的地位。最后就是我们的汽车排放领域，目前电动车的电池3足鼎立，其中镍氢电池最稳定，磷酸铁锂最安全，三元锂电池电量最大，但是三元锂电池散热要求很高，一旦发生碰撞或者短路，还有可能引发起火自燃。磷酸铁锂电池热稳定性好，但是电量却没有那么好。镍氢电池存在着电量衰减的问题，能源转换效率最高、零污染、寿命还长的电池是氢燃料电池。在氢燃料电池乘用车方面，日本领跑，商用车领域就是用于运送人员和货物的汽车，中国的推广力度更大。截止2019年，日本加氢站共有114座，亚洲排名第1。而我们国家至少有27座加氢站正在运营，几乎完全用于公共汽车、卡车等商用车，在建的超过20座。截止到2019年12月底，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量超过6000辆，其中商用车占58%，物流车占40%。在这个领域，咱们国家在燃料电池电堆以及关键原材料等核心技术上，跟国外还有比较大的差距。燃料电池成本和用氢成本比较高，制氢这一块，我们还可以指望一下第4代核能技术。但是燃料电池这一块一天不突破，我们就一天摆脱不了对石油的过度依赖。交通是石油最主要的消费部门。2019年，中国石油的消费是每天1410万桶，产量才每天380万桶，对外依存程度还是很高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优先发展新能源商用车。一旦爆发石油危机，最起码它不会让你的物流瘫痪。所以未来我们的能源结构一定是多元化的，这样才能保证安全和稳定。我们都知道，美国通过控制石油这种能源来取得美元的霸权地位。你觉得这一次全球能源结构调整会不会影响美元的地位呢？